曾經支持呢個港口城市物流嘅小小運河，而家成為小津嘅代名詞，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光臨，以另一個方法發揮佢嘅功能。尤其喺冬天配合鋪咗白雪嘅夜景，甚為浪漫，實在不可多得。但留意一下整條運河嘅闊度，南面嘅一段明顯比北面嘅為窄。其實喺20世紀初落成嘅呢條運河，隨住科技發展而追唔上潮流，比唔上陸路運輸，更一度有計劃要全面填平。南面較窄嘅一段就係遭填平嘅證據，但中途市民反對，總算可以保留落嚟。而家就成為其他地方冇嘅賣點。運河美景令人口大幅度減少嘅小津勉強保持繁榮。當然，小津並唔係只有運河，比列加北海道最大城市嘅札幌更早發展，曾經作為港口城市同國內外聯繫。不過同博多、長崎、神戶、橫濱唔同，冇成為外國人聚居之地。除咗運河、玻璃、音樂盒之外，今集詳細介紹嚟札幌大概半個鐘頭火車車程，曾經以漁業同埋貿易發展嘅港口城市小津。無論有冇去過小津，唔少人都會認識呢度最受歡迎景點之一嘅運河。大部分旅遊書都會用上呢一個獨特嘅景色，長1324米嘅運河，沿海嘅一邊起滿晒石造嘅小屋，另一邊就有散步路。沿住散步路可以欣賞完全非和式、帶少少歐洲格調嘅風景。呢一度嘅景色亦都反映咗運河落成嘅年代，正正就係日本積極引入歐美文化嘅時代。於20世紀初嘅1923年落成，啱啱好就有100年歷史，當時亦都係小津最繁盛嘅時代。其實小津嘅地理環境好簡單，尤其是喺 JR 站出發嘅話就唔會蕩失路，大概行10分鐘嘅直路就會到達中央橋同埋搭遊覽船嘅地方。而家喺呢度，即係斜到去嘅運河人力車博物館。運河啊，呢度，唉，專做遊客生意一條大直路，斜過去就係啊。本來有少少猶豫，應唔應該跟其他遊客搭遊覽船，但既然一場嚟到，都係決定體驗一下。OK， 好明顯係好多人，就係變咗我係12點開波，咁緊要我喺度 hea 1個鐘頭，其實好快。用1400 yen 遊一次小運河，最初冇乜嘢期待，但搭過之後就發覺超值。就算喺夏天搭船感受一下海風，都值回票價。利用等候搭船嘅時間，先去一個地方，可以喺高處俯瞰大半條運河。留意一下，會發現運河呈弧形，有少少特別。運河都係人工建成嘅，採用直線設計，比較容易建設，花嘅人力物力都相對較少。呢一度雖然稱為運河，但本來係海嘅一部分。簡單嚟講，接近行人路嘅一邊原本係海岸線，而石屋嘅一邊就係填海而成。唔單止係外形，連構造上都唔係太常見。翻返去100幾年前嘅20世紀初，喺1922年出版嘅相集裏邊，揾到一張相，配上南濱町嘅標題。南濱町就係而家運河嘅一帶。可以睇到當時上落貨嘅情況。沿路行去港口嗰邊睇一睇，揾唔到乜嘢船隻，睇嚟呢一個港口而家唔係太繁忙。而同一本相集裏邊另一幅相記錄咗小津嘅全景，可以睇到當時運河仲未完成，海上邊布滿船隻，有啲驚人，可以推測當時小津港有幾繁盛。呢一啲船都係運載貨物，要方便上落貨，就需要有貨倉嚟暫時儲存貨物。填海得出嚟嘅地方就興建咗一間又一間石造嘅貨倉。如果萬一發生火災，石造就可以防止蔓延，
與原本對岸木造嘅傳統日式建築成為對比。過咗幾十年之後，呢一啲石造貨倉配合小運河成為古蹟，成為小樽珍貴嘅觀光資源。而家唔少貨倉都獲列入小樽市指定歷史建築物，受到保護，部分內部改裝成為店鋪。例如第63號指定建築嘅舊小田貨倉，而家成為平價特賣店。唔買嘢嘅話，都可以入去參觀一下於1925年落成貨倉嘅內部，總共有2層。而且可以通往對面出口，出去出邊運河旁邊，以相反角度睇睇呢個城市嘅景色。諗到而家企喺嘅地方係100年之前填海而成，感覺有少少不可思議。喺呢一度有個疑問，乜嘢貨物會運到嚟小樽？記得喺47度都府縣新潟縣特輯裏邊介紹過北前船。新潟縣當時已經係盛產稻米嘅地方。而另一方面，北海道氣候較冷，唔適合種植稻米，可以生產，但係質量唔及本州出產嘅。北前船由大阪出發，一路沿住日本海北上，經過港口進行買賣，利用通訊未發達、資訊唔流通嘅環境，透過各地貨品差價嚟賺取大量利潤。北前船最終到達小樽，除咗稻米，貨物仲有酒、食鹽、糖、衣服、紙等等，而船隻回程嗰陣時會帶魚同埋昆布等等海產返去大阪。呢一啲貨倉唔少都係經營北前船嘅生意人興建嘅。北前船係運輸嘅手段之外，亦都係商貿嘅其中一環，利用各地貨品嘅差價嚟賺取利潤，正正就係貿易最基本嘅原理。北前船好比商社，一手包辦入貨、運輸、賣貨，仲有貨倉，大概來回一次大阪同埋小樽可以賺取近1000兩，即係而家近6000萬至到1億日元左右嘅利潤。1成利潤係嚟自大阪至到小樽嘅去程，而9成係嚟自回程。可以想象北前船嘅船運貿易帶俾小樽無比財富。先前提到運河有一部分遭填平，繼續講解之前，介紹一下搭遊覽船嘅景色。日本發生咗知床遊覽船事故之後，進一步注意水上活動安全。運河只深2.4米，但意外總係意料之外，唔可以大意。遊覽船出發之後會先向北運河行駛，呢一段比較遠離遊客區中心，所以會比較少嚟到呢一帶。但呢一度地方都唔錯，因為唔嚟到呢一度，根本唔會發覺整條運河原來闊度會有唔同，而且差別都好大。北運河闊40米，係原本嘅闊度，而南運河係經常見過一段，只係闊20米，係原本嘅一半。右手邊會揾到北海製罐株式會社，呢一間公司喺1921年喺小樽呢一個地方創業。製罐即係製造食物嘅罐頭，將北海道產嘅海鮮，例如蟹同埋三文魚等等，製成罐頭出口。雖然睇唔到內部，但可以揾到昔日興旺嘅一個線索。之後遊覽船會駛出運河，遊覽一小段港口，導遊會介紹港口對出嘅防波堤。呢一個係日本最早以混凝土製成嘅防波堤，嚟自石手灣嘅大風浪波及到小樽，阻礙上落貨運作，所以防波堤係必需品，同運河共同協助呢一個城市嘅發展，亦促進北海道同埋本州嘅物流。近海港一帶沿途可以揾到揾食嘅黑尾鷗，佢哋嘅叫聲有啲似貓，所以日本會稱呢一種鳥類為海貓。翻返去運河嗰陣時，遊覽船會響笛，完成港口一段嘅旅程。如果只係遊運河嘅話，
1400yen嘅票價可能會令人猶豫，但可以出港口嘅話就實在超值。呢一個體驗可以幫助想象當時運貨工作嘅情況。回程嗰陣時，左手邊會見到北海製罐小樽工場嘅第3貨倉。中意工廠同埋廢墟景色嘅人應該會好開心。細心睇真係有少少恐怖，令人聯想到軍艦島。呢一度亦曾經成為蒙面超人取景嘅地方。由港口返運河嗰陣時嘅轉彎位，正正就係闊度改變嘅位置，所以唔容易察覺。旅程最後會返返去南運河，來回一次，所以坐左邊又好，右邊又好，都冇乜所謂。同散步路比較，可以更加近距離欣賞石造嘅貨倉。總共40分鐘嘅運河之旅，整體上都係值得一試。而夜晚遊貨倉嗰一段，應該有另一番嘅感覺。呢一個遊覽船服務喺2012年先至正式啟航，同有100年歷史嘅運河相比，歷史真係好短。頭先都有介紹過，運河本身有計劃要全部填平，但遭市民反對而得到保留。喺日本都算係一個著名嘅事件。翻返20世紀初，運河落成唔係好耐，周圍嘅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首先，北海道經濟中心漸漸由函館同埋小樽轉移去到札幌。之前介紹過札幌早期開拓史，日後會補充講解札幌發展過程。另外，陸路嘅汽車運輸高速發展，擔當重要職責嘅運河突然失去咗價值，簡直係一場悲劇。到咗1966年，市政府為咗解決交通擠塞問題，決定將運河填平，嚟擴闊連接札幌嘅道路，成為來回6車線。喺填海同埋清拆貨倉工程嘅途中，市民醒覺過來，希望保存城市嘅遺產，發起咗運動，並於1973年組織咗保護小樽運河會，長期同市政府對抗。要留意一下，當時係1970年代，正正係高度發展經濟嘅時期，對保護文物嘅意識比唔上而家。到咗80年代，更加有10萬人簽名，希望保存運河，即係工程中途停止近20年，對事一直持續。市政府最終讓步，接受市民嘅意見，並於1983年制定咗小樽市歷史的建築物及景觀地區保存條例，於1986年運河正式得到保存落嚟。南運河填平咗一半，河邊興建咗散步路同埋公園，新起咗63支煤氣燈，配合四周環境，可見市民對保護計劃落咗心思，對具價值嘅文物有誠意。而家可以欣賞到嘅風景並唔係必然，運河僥倖脫離咗經濟過分發展嘅魔掌。2009年7月開始，市內民間企業同埋小樽商科大學作共同研究，做咗長達3年嘅遊覽船實驗，睇一睇可唔可以成為觀光事業。當然最終得到理想結果，先至正式提供服務。或許有唔少人認為呢一個景點係一條小小嘅運河，但據歷史價值同埋富抵受發展洗禮嘅經驗，加上風景獨特，外表內涵俱在。由北海道當然要品嘗一番美味嘅海鮮。函館有 JR 火車站旁邊嘅早市，唔少人都會知道函館馳名海鮮。而小樽都唔遜色，1980年代人口仍然有17萬人嗰陣時，全個城市裏邊有130間以上嘅壽司鋪，即係每1300個人就有一間壽司鋪，同便利店嘅比率差唔多。喺新窩商店街旁邊聚集咗壽司屋，於1987年由5間壽司店店主帶頭成立咗小樽壽司屋通名店會，並將呢一個集散地命名為壽司屋通。其中一個發起人經營嘅正壽司本店就喺馬路旁邊，好容易揾。睇一睇餐牌，感覺到有少少高級，例如鐵火當就成為2750 yen，
不過都唔算係太貴，可以一試。我一個人到訪，喺壽司屋度用餐有少少抗拒，就選擇咗去另一間。既然一場嚟到北海道，都係要認真品嘗一下海膽。由運河出發，周圍揾合適嘅食店。首先會嚟到南運河旁邊嘅回轉壽司和樂，但低估咗遊客嘅數量。2023年6月已經冇以往嘅寧靜，下晝1點仍然有30幾人喺度等候，都係去其他地方度揾一揾。向運河相反地方行，就會去到小樽另一個著名遊客購物勝地界町本通。喺界町本通入口旁邊，發現咗一間壽司檔專門店當茶屋。展示喺陳列櫃裏邊嘅款式一啲都唔平，算得上係中等價位。不過細心睇一睇，海鮮檔款式係多，不過款式未必咁有特色，都係再揾一揾。之後就揾到一間海膽專門店世一屋，正正合心意。有5大海膽比拼套餐，當然要試一試。睇一睇餐牌，有5大海膽比拼檔。呢一日有嚟自從前、佐呂間、美國、俄羅斯、寺內，而品種又包括紫海膽同埋馬糞海膽。檔本身都唔錯，不過再睇睇，原來有定食，分別就係海膽唔係鋪喺飯上面。雖然比較貴，最後都係選擇咗8800yen嘅套餐定食。果然海膽分量十足，食海膽都係配白飯食先至滋味。呢5款海膽就係按餐牌排好，左面嗰2款有看過，而右邊嗰3款係鹽水醃嘅。就算喺日本，可以一次過試食唔同產地同埋品種海膽嘅地方唔多，例如築地嘅專門店經常會排長龍。今次我就把握咗呢個機會試一試，味道如何就要大家親身去品嘗一番。雖然我唔係食家，但係都分得出各款海膽嘅味道都有唔同。今次都算得上係一個唔錯嘅體驗。小樽嘅海岸線長大概70公里，一年嘅漁獲達2萬噸以上，金額達30億日元。如果係海膽嘅話，喺禁漁期之前嘅6月至到8月最容易揾到新鮮嘅。例如頭先遊覽過嘅運河，停泊咗唔少漁船。而市裏邊有幾個市場都可以揾到新鮮嘅海產，就算喺離 JR 火車站唔遠嘅地方，都可以揾到熱鬧嘅市場。出咗火車站轉左一直行，就會揾到三角市場。佢嘅正式名稱係小樽站前市場。喺對面馬路睇嘅話，根本睇唔出係一個賣海鮮嘅市場。有賣鮮魚嘅魚檔，亦都有海鮮檔嘅食店，應有盡有，而且價錢方面亦都算可以接受。尤其是龍波食堂嘅海鮮檔同埋刺身種類多不勝數，嚟到呢一度一定可以揾到心儀嘅選擇。途中會揾到賣盒裝海膽嘅店鋪。如果喺 Airbnb 租咗有廚房嘅屋嗰陣時，不妨喺三角市場同埋其他市場超市選購，自己煮嚟食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小樽亦都以瀨尿蝦馳名，所以會睇到各個魚檔都有陳列瀨尿蝦。出到另一邊嘅出口，望返轉頭都係睇唔出呢度係一個海鮮市場。唔使多講，呢一個市場亦曾經係二戰後嘅黑市。喺1978年嗰陣時，有大概7至到8間露天店擺檔，之後熱鬧起嚟。去到1957年，聚集咗30幾間店鋪，佢哋組成聯會，興建咗呢一個市場。頭先提及到嘅龍波食堂係呢一度第2長歷史嘅店鋪，喺呢度可以一邊感受昭和氣氛，一邊品嘗新鮮嘅海產。以海鮮馳名嘅小樽，唔知係諷刺定係因果報應，曾因海產得到巨大財富，但亦都因海產失去主要收入來源。京都嘅傳統和食屋裏邊，有時會揾到一種比較特別嘅菜式，將去咗頭半邊嘅魚身就咁放喺蕎麥麵上面，
睇嚟有啲粗獷，缺乏細心製作嘅料理，就係好似豬扒碟頭飯咁樣。喺物流仲未夠成熟嘅年代，對三面環山、附近冇海嘅京都市嘅居民嚟講，魚肉算係一種寶貴嘅食材。傳統料理就流傳到而家，成為京都著名嘅食物之一。佢嘅名稱就係飛魚蕎麥麵。可能好多人對飛魚陌生，首先喺連鎖回轉壽司店裏邊，應該好難會揾到。就算喺和食屋裏邊，亦都唔容易揾到飛魚嘅燒魚定食。好多日本人都唔會經常食到飛魚，不過喺新年嘅傳統料理裏邊，可以揾到黃色嘅魚春，呢啲就係飛魚嘅魚卵。日本人會稱為素子，好唔好食就見仁見智。我以前去朋友屋企過新年嗰陣時，佢屋企人拎咗傳統食物嚟招呼，裏邊就係有素子。我食咗一啖之後就放低咗，嗰一次亦都係我人生唯一一次食素子。翻返去正題，有啲奇怪，三面環山、附近冇海嘅京都市，點樣得嚟飛魚呢？答案就係嚟自小樽。兩個地方相隔大概1000公里，關鍵就係頭先提及過嘅北前船。喺19世紀末，當時仲係江戶時代，小樽已經係一個漁港，已經有和人居住。再早啲可以追溯到去16世紀，呢啲事跡都可以喺運河旁邊嘅小樽市綜合博物館嘅運河館裏邊揾到，位置就喺運河搭遊覽船地方嘅斜對面。改建自小樽倉庫而成嘅運河廣場裏邊就可以揾到博物館。補充少少，喺新潟縣特輯裏邊提及過北前船船主第11代船主西出川左衛門，就係小樽倉庫嘅創辦人之一。入場費只係300yen，非常超值。就算唔識日文，透過博物館嘅相同埋展品，大概都可以理解到展覽嘅內容。喺入口附近就展示咗一艘典型北前船模型嘅九位丸。北前船最大嘅特徵就係有一幅大帆，好容易辨認。北前船由大阪出發，沿住瀨戶內海前進，之後喺山口縣轉出日本海，一直沿住陸地北上，去到終點嘅小樽。大概1年會來回一次，因為航期取決於季節。北前船大多運載食物，喺各個港口進行交易。有關北前船有機會再另作介紹。睇睇小樽嘅飛魚，去到19世紀中期產量驚人，每年達到3萬噸。喺如期嘅春天，捉到嘅飛魚多到鋪滿晒喺地度，場面令人嘆為觀止。而當時經營飛魚嘅生意人賺過盆滿缽滿，可以起大屋，可以起豪宅。佢哋起嘅豪宅喺北海道唔少港口都可以揾到，仲有名為飛魚御殿。小樽亦都有，喺較北嘅位置，名為舊青山別邸小樽貴賓館，裏面非常之豪華。由於飛魚唔能夠長期保存，所以要進行加工處理。魚身會加工成為魚乾，再運到京都同埋大阪。京都嘅飛魚蕎麥麵主要材料嘅飛魚就係嚟自小樽。博物館裏邊仲展示咗當時飛魚漁業嘅用具，有一班工人孭住右邊嘅籃，而另一班工人就用鏟啲飛魚倒入去籃裏邊，裝滿咗之後就運到喺陸上面處理鮮魚嘅地方，不斷重複相同嘅工序，令人感到有啲心寒。呢一個表裏邊列出咗小樽飛魚嘅漁獲量，最多達到每年9萬噸。表中間嘅係20世紀20年代之後，飛魚漁獲大幅減少，有啲年度差唔多去到0。部分原因係因為過度捕捉而導致資源耗盡，工業化令到捕魚效率急速提高，而另一方面魚類繁殖趕唔上，資源就係咁樣就耗盡咗。過分捕捉再加上氣候轉變，去到21世紀，飛魚產量冇明顯回復。當漁夫醒覺嗰陣時，已經太遲。而更加可惜嘅就係全盛期嗰陣時過分捕捉，供過於求，飛魚價格大降。據說90%嘅飛魚係用嚟做棉同埋藍嘅肥料。而家金槍魚等等各種魚類都遇上相同嘅問題，尤其喺公海嘅魚類資源確實難以管制。
悲劇命運不斷重複。飛魚捕獲量激減，為小津帶嚟沉重嘅打擊。但呢一個城市冇即時衰退，呢一度嘅港口仍然保留咗一定嘅價值。小津除咗海邊嘅運河之外，仲有一個著名嘅景點。由 JR 火車站行到運河途中，中途會發現一條已經荒廢咗嘅火車路軌，路軌竟然由馬路嘅一邊通往去到另一邊，冇被拆走。喺城市中心保留咗已經廢線嘅路軌，應該喺其他地方唔容易揾到。睇睇地圖，路軌幾乎同運河平行，由南運河盡頭一直通去運河另一邊嘅盡頭。呢一條路線係舊國鐵嘅手工線，盡頭就係昔日嘅手工站，而家已經改建成為小津市綜合博物館嘅本館。館裏邊展覽咗昔日行駛過嘅蒸汽火車，而室外亦都有同款嘅火車會作行駛示範。留意車頭嘅設計有啲特別，紅色嘅部分就係 cow catcher， 嚟防止撞到牛隻等等動物嗰陣時對車身造成損害，係美國火車常見嘅特徵。而本州以英式火車為主，同北海道嘅模式成為對比。今次喺另一邊嘅盡頭手撕通附近開始行，手工線係連接小津與札幌同埋幌內嘅路線。而家呢一個盡頭唔係本來路線嘅盡頭，係保存落嚟路軌一部分嘅盡頭。睇嚟呢一度係情侶拍拖勝地，路軌都完整咁樣保存落嚟，可以喺路軌上面行，所以吸引咗唔少人嚟影相打卡。手工線嘅前身係官營幌內鐵道，繼新橋至到橫濱嘅路線，京都至到神戶嘅路線，成為日本第3條火車路線，亦都係北海道首條火車路線。於1880年通車。頭先提過飛魚捕獲量激減之後，小津仍然保持經濟發展，就係有賴呢一條鐵路。當時喺幌內，即係而家嘅三粒，發現咗煤田。19世紀末正正就係開始工業化嘅年代。而家主要嘅能源係石油，而當時就係煤炭。喺幌內等地嘅煤田採到嘅煤炭就會出口去到東京等等地方。本來計劃採用由室蘭港經太平洋路線出口，但係政府由美國招聘嚟嘅鐵路兼土木專家顧問告魯福提出咗另一個計劃，將出口港改為小津，並且鋪設可以供人同埋貨物用嘅鐵路。計劃落實喺1878年簽合約先至嚟到北海道嘅告魯福，喺佢嘅指揮之下，佢由美國買嚟建設用嘅材料同埋列車。去到1880年，鐵道就通車，可見計劃同埋建設速度驚人。之後明治天皇都有坐專用列車行過呢一條路線。煤炭以小津港出口，支持咗呢一個地方同埋鄰近地方嘅經濟發展。呢一條鐵路同埋運河走上相同嘅命運。喺2戰之後，經濟發展集中喺太平洋沿岸地區，位置於日本海嘅小津港比唔上直通太平洋嘅尖小木港，而商業同埋金融中心由小津轉移去到札幌，而且能源起咗革命，由煤炭轉為石油，所以唔少煤田都關閉。各種因素令小津港競爭力減弱，手工線亦都受到影響。官營幌內鐵路早喺1906年國有化，成為國營鐵路。而而家嘅手工線，即係指函館本線南小津站至到手工站嘅一段。19世紀中期，唔少人開始擁有自己嘅汽車，使用鐵路嘅人減少，線喺1962年停止客運服務，而貨運亦都喺1985年停止業務。手工線全面廢線，路軌同埋平交路冇即時清拆。市政府喺2001年由 JR 北海道收購咗土地，將完善嘅土地整理好之後，開放俾市民同埋遊客自由使用。沿線中途站嘅室內站獲得復原，可以參觀同埋休息。鐵路同埋運河見證咗小津嘅興衰。
先後介紹咗小樽嘅經濟發展之處，運河都好，手工線都好，而家已經結束咗本來嘅使命，成為觀光資源之一。再講一次，小樽嘅運河算係保存得唔錯，而且成為呢一個城市嘅象徵，就算冇去過，睇一眼就會認得出。另外，港口貿易促進咗金融業，向 JR 南小樽站行嘅途中，會去到日銀通。全盛期呢一度有25間銀行，更加曾經獲稱為北之華爾街。而家保留咗一啲原本係銀行嘅石造建築，但北海道嘅經濟中心轉移去到札幌之後，金融界亦都變為古蹟。而家整理好成為一啲店鋪。喺疫情之前，遊客人數每年達700萬人，但係有90%遊客都唔會喺小樽度留宿。我今次旅程都係由札幌即日來回。喺小樽逗留2日嘅話，實在有啲長。一直沿住室內大通繼續向南小樽方面行，就會嚟到另一個遊客區嘅界町本通，即係頭先介紹過海膽專門店嘅地方。大概長900米嘅商店街，兩邊開滿咗食店、手信鋪、精品鋪，對遊客嚟講簡直就係天堂。例如將小樽同埋音樂盒掛上關係嘅小樽音樂盒堂嘅本館，都係喺呢一區。途中亦都有 Lutto、綠花亭、北果樓等等代表北海道嘅食物手信鋪。以旅遊嚟講，小樽真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小樽人口於1960年代達到高峰，有大概20萬人，但係而家已經減少咗一半，大概有10萬多少少，每年持續減少大概2000人。小樽人口減少嘅問題受到全國關注，同先前介紹過嘅博多唔同，小樽已經唔係同外部連接嘅主要出入口，要回復人口並唔容易。同大城市嘅札幌有鐵道相連，一方面吸引即日來回嘅國內外遊客，而另一方面就讓年輕人移居札幌或者去揾工作。到而家為止，冇一個可以期待有顯著效果嘅政策嚟回復人口。不久將來，小樽會遇上一個轉機。2023年6月，新幹線用嘅新小樽站舉行動工儀式。北海道新幹線嘅新函館北斗至到札幌嘅一段，預計將會喺2030年度末通車，中途就會停新小樽站。但睇一睇新幹線車站嘅位置，離小樽站大概有4公里。佢嘅地理位置與新神戶站同埋神戶站嘅關係有啲相似。小樽市點樣利用呢個轉機，睇嚟對城市發展有重大影響。